今天在北京，原本只是路过中华世纪坛，却碰巧看了一场非常精彩的展览——遇见古埃及黄金木乃伊。其中有6具金木乃伊和100多件稀世藏品。今天天气不错，想着去玉渊潭逛一逛，路过了中华世纪坛。真是真火，圣火！中华世纪坛就在玉渊潭公园的南门。圣火火种取自周口店猿人遗址。记得这个中华世纪坛是为了迎接21世纪新千年而兴建的。隐隐约约还记得当时好像参加了这里的一次活动。这是广场上的中华故土地图，地图里每个省份都选择了各省份的土壤。这个世纪坛是免费开放的，现在整个广场上有个露天的摄影展览。大部分图片都是祖国的壮美山河，很庆幸自己几乎都去过了。圣火广场向北，一条270米长的青铜甬道，从南向北镌刻了距今300万年前人类出现到公元2000年的时间纪年。上面用文字记载了7000多条重大历史事件，几乎每一年的事件都有，一直到公元2000年。走在上面，犹如穿越了岁月时空。感觉今天又包场了。从高处可以看到旁边的中央电视塔，南面的北京西站，前面的台阶上耸立着一根高达27.6米的时空探针。目前的中华世纪坛实际主要是作为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来使用的，里面一共有2层，进去来看一看。这个是走廊上处理的一些历史人物雕像，道是老子，人应该是孔子，兵应该是孙子，骚应该是屈原，史记应该是司马迁，仪地球仪吧，张衡，纸是造纸，造纸应该是蔡伦。这个是书应该是王羲之，书法都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人物。5000年悠久文化和历史，这是孟子曹雪芹应该，陆应该是詹天佑。这个翼是齐白石，看着是齐白石，这个是蔡元培的像。音乐，这个数学的华罗庚，这和应该是原子弹了吧，邓稼先。哇，就是这些人。还有没想到在这里还遇到一个非常珍贵的展览——黄金木乃伊。原来这里有个黄金木乃伊的展览，而且是木乃伊真品。我去过2次埃及，对埃及的印象很深刻，尤其是它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。
包括当时去他的博物馆看的木乃伊展览。没想到现在不用出国门，也可以来这里看一看。这个大规模的木乃伊展览都是2000多年前的。除了木乃伊，还有100多件古埃及的稀世珍品。这是个埃及女神，做工都极为精美，人像石雕，各种雕像、石碑、玩具。石碑，这是公元2世纪的木乃伊。古埃及人对死亡的理解和我们不同，他们认为死亡是暂时的中断，死者经过特殊仪式准备可以获得永生。于是当生命结束，人便被制成木乃伊，以获得与神同列的资格。在古埃及的神话中，黄金被视为象征神奇的躯体。古埃及人为逝者镀上金色肉身，以表达对永生的迷恋。这是公元1世纪5盒木乃伊，镀金的石膏，亚麻布人体。这是展览的其他一些艺术珍品。这些基本都是木乃伊上的面具。这个是个女性木乃伊，面具。这是个面具，也是。这些面具并不一定是逝者本人的肖像，都是比较完美的人像雕像。整个木乃伊的构成是分几个层次，先是木质的棺，就跟棺材似的，里面是包装精美的木乃伊，里面是亚麻布包裹的尸体，肉体。整个木乃伊包装非常精美。首先有头像，这个是画像，画像的嘴，镀金的。木乃伊看上去像是个艺术品。包裹的布，这是脚底，有盒，这是外围。打开外围，里面才是包裹的实体。这是里面的肉体。这是一具完整的木乃伊。古埃及人就是希望通过这个木乃伊让自己得到永生。非常精美的镀金面具，在埃及的博物馆里有很多纯金的面具。这好像是玻璃开的木乃伊的画像。这是木乃伊上面的肖像，这些肖像都已经历经了2000多年，是由热蜡和颜料混合在一起，在薄木板上绘制而成的。这也算是现存最早的肖像画了。
这就是木乃伊上面的肖像画，非常逼真的效果。里面画像包裹着布，镀金的，脚也是硬的拖。这里展出的6具黄金木乃伊都非常精美。来看一看这个木乃伊棺的构成，这是给拆开的，类似于我们的棺材，上面可以打开。上面棺盖，棺木里面的木乃伊有面具，各种丝布缠绕的。在埃及的博物馆里可以看到很多干尸，不少还是3000多年的不朽干尸。在所有人的眼中，古埃及这个古老国度一直是神秘的。这次100多件古埃及珍贵的文物可以说揭开了一定的面纱，让我们有机会亲自感受古埃及多元而神秘的文化。这个展览目前是在中华世纪坛的展厅，门票是138。后门出来，现在从展馆出来了，感觉还是一次意外的收获。从这出来，北边就是玉渊潭的南门，准备进去逛一逛。这里就是北京的大观园公园。大观园位于北京西城区的南菜园附近，在明清2代，这个地方就是皇家菜园。84年的时候，因为要拍摄电视剧《红楼梦》，这里就建成了大观园。目前的大观园是国家4A 景区，门票40元，老年人可以免票。今天带大家逛一逛这个大观园。这2天有不少网友希望我能拍一拍北京的大观园。今天是11月23日，北京的天儿特别好。进入公园大门，首先被一大片假山所遮挡。这是《红楼梦》书中所说的曲径通幽。曲径通幽，只有穿过这假山中的羊肠小道，才能看到大观园内的风光，体现了中国古典园林的建筑特色，这叫藏景。大观园的面积实际上并不是很大，总共13万平方米，里面有《红楼梦》里大观园提到的40多个景点。我们先逛一逛西边，这个是滴翠亭。亭子建在水面上，前面看到的就是怡红院。怡红院是贾宝玉在大观园里的住所，这也是大观园里最富丽堂皇的一个院落。服侍宝玉的人也有40多人，所以院子很大。怡红院是宝玉与园内众多姐妹活动的一个主要场所，电视剧里很多的剧情都发生在这里。记忆比较深刻的是，
晴雯撕扇子，还有刘姥姥醉卧怡红院。院落里有5间正座，3间抱厦，还有东西配房各有3间。正房上写的是怡红快绿，这是元妃省亲时写的。看一看里边的摆设。记得电视剧《红楼梦》里扮演贾宝玉的是欧阳奋强，应该也是他唯一的一个代表作，据说后来他做了导演。从怡红院出来，这边景色挺美，还有漂亮的小山和上山的走廊。相信60、70年代的人当年都看过电视剧《红楼梦》，当时可谓是万人空巷。《红楼梦》这部古典巨作也终于让普通老百姓认识和了解了，可见电视剧对于名著的推广功劳真的很大。这里是栊翠庵，妙玉住的地方。妙玉并不是贾府的人，而是王夫人请进来的。因为整个大观园是为了迎接元妃省亲而建，所以里面的房子非常多，最终一共住了金陵12钗。妙玉只是一个带发修行的尼姑，在整个《红楼梦》里，这个人物都非常的神秘，甚至感觉非常的清高自傲，天性怪癖，不喜欢任何俗气的东西，却才华横溢。我记得当时看金陵12钗的年画，这个妙玉是最漂亮的。这个地方就是妙玉日常打坐修行的地方。这是位于大观园中轴线上的沁芳桥。沁芳的意思就是水都浸透着一种芳香，这里也是宝玉、黛玉经常约会的地方。林黛玉建桃花诗社也是在这里。这个地方很美，波光倩影。在它的附近就是黛玉住的地方，潇湘馆。如果说《红楼梦》这部小说里最有知名度、最让人牵肠挂肚的，就是林黛玉了。林黛玉是贾母的外孙女儿，也算是宝玉的姑表妹，很有才气，会作诗。这个潇湘馆里种了大量的竹子，整个院落精巧纤细，而且在整个院落中的油漆色彩上都是用了冷色调的斑竹做。黛玉给人的印象总是寄人篱下，以泪洗面的一种形象，当然也有清高多愁善感的性格。不过这种性格的女子在当今的社会是不吃香的，喜欢的人也不会多了。电视剧林黛玉的扮演者是陈晓旭，大家印象深刻。非常可惜的是，陈晓旭本人也真的如林黛玉一样体弱多病，比较早就病逝了。但陈晓旭扮演的林黛玉也可以说是非常经典，难以超越了。这是潇湘馆的后院。大观园里的水域面积还是比较大的。《红楼梦》书中所描述的大观园简直如仙境一般。园中的这一片区域非常美，今天的天气也非常给力，水面的倒影很漂亮，完全看不出是冬天的感觉。这个是大观园中轴线上的藕香榭，在电视剧《红楼梦》里，这里出现的场次也很多。
这个藕香榭四面临水，左右都是走廊，亭柱上有副对联儿，还吊了一副芙蓉影破归兰桨，灵藕香深谢竹桥。大观园是《红楼梦》中贾府为元春省亲而修建的别墅，由元春题的原名叫大观园。里面建筑是非常多的，这是蛙京西馆，在这里通过水面赏月是非常美的。但是黛玉在这里赏月却触景生情，写出了寒塘渡鹤影，冷月葬花魂的凄冷诗篇。蛙京西馆实际是凸壁山庄的对景建筑，两处建筑一上一下，一高一矮，一山一水，都是为了赏月而设的。这个就是凸壁山庄，当时贾母就是率着众人在这里赏月。这是大观园里的省亲牌坊，牌坊上写着省亲别墅。省亲别墅的正殿就是这个顾恩思义殿，这组殿宇式的建筑在大观园中是气势最雄伟，装饰最华丽的。元春是贾府的长女，四春之首，也是贾宝玉的大姐。贾府里的二姑娘是迎春，三姑娘探春，四姑娘惜春。元春10几岁便被选入宫中，后来加封了贤德妃。大观园就是为了迎接元春省亲而建的，所以这个别墅非常庞大华丽，也安排了宝玉和12金钗住进来。这个大观园除了拍摄电视剧《红楼梦》，还拍过很多电视剧，包括《还珠格格》也在这里拍过。别墅正殿的后面是大观楼、坠锦阁和寒芳阁，整组建筑都非常宏伟华丽。大观园毕竟是《红楼梦》小说里的建筑，整个规模和气势真的超过了恭王府。我们再往大观园的东侧来看一看，这里有几个《红楼梦》中12钗的住所。这是贾府三小姐探春的住所秋爽斋，不过正在维修，没有开放。穿过这个夹道就是贾府四姑娘惜春的住所暖香屋。据说这里面是大观园最暖和的一个地方。惜春是最喜欢画画的，冬天的时候惜春在这里画画都不觉得冷。离暖香屋不远的地方就是稻香村，这是李纨的住所。和大观园里其他的建筑不同，这里有些田园气派。现在来到的是坠锦楼，这个是贾府二小姐迎春的住所。院门上写着紫菱洲，因为迎春的谥号是叫灵洲。迎春的性格比较懦弱，出嫁后1年就被丈夫虐待死了。迎春的住所是叫坠锦楼，因为大观园里还有一个叫坠锦阁，两个不是一个地方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感觉今天所有的庭院里，坠锦楼是最富丽堂皇的。院子也大，景观也漂亮，还是个2层楼。大观园里还有几处风景不错的地方，这个是红香圃，这里是赏花地，芍药和牡丹争奇斗艳。在大观园的西北角还有一处重要的地方，
就是宝钗住的地方。这个住所读起来比较拗口，叫恒武苑。其实小说里薛宝钗是个冷美人，但是电视剧里演出了一副大家闺秀的样子，所以当时很喜欢薛宝钗。这就是薛宝钗的住所，感觉挺凄冷的。